大家好，我是 Klaus。在加大言论管控和宣传教育的环境之下，中国近年和以后会在思想文化方面越来越分裂。爱国的会更爱国，恨国的会更恨国。岁月静好的中间派会越来越少，向着两极分化。这个在很多方面都已经表现出来了。最近的一部热映电影也反映了这种极端的分裂。引入尘烟以中国西北贫穷落后的农村为背景，讲述了一对底层农民夫妇从陌生到相爱，到最后悲惨的结局。整部电影在情节上没有什么跌宕起伏，非常的简单。你即便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也不影响观看本期节目。网友评价说，整部电影没有谈爱，却处处充满了爱；没有诉苦，却处处透露着苦。这部电影本身定位就是小众电影，不知名的导演，不专业的演员，没有昂贵的投资，更没有像《战狼》《长津湖》有那么大规模的宣传。上映的第一天才30多万的票房，但是1个月破1000万，2个月票房破亿。豆瓣评分8.5分，是2022年首部超过8分的华语电影，国内各大视频平台热搜第1名，还获得了几个国外的电影奖项。但是这部电影在票房刚刚破亿之后却被下架了。该电影受到了不少人的质疑，很多人说这部电影并不真实，它是靠抹黑中国农村的贫穷落后和中国人的冷漠自私来迎合西方人的口味。那么中国的农村是不是真的那么落后呢？中国的底层百姓又是不是真的那么自私冷漠呢？ Klaus 我本人就是在中国农村长大的，今天我以我的切身经历跟大家分析这个问题。电影以中国西北地区2010年的甘肃农村为背景，我是90后，我出生长大在山东农村，是沿海地区，山东是全国 GDP 第3的省份。如果我都觉得真实，那电影肯定更真实了。我从小就是住在类似这样的土房子里，我们村子一开始都是这样的土房子，但后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很多人慢慢换成了红砖水泥的房子。北方的农村人冬天都是睡在这样的土炕上，取暖就是烧这样的煤炭炉子。这种取暖方式很危险，北方冬天很冷，门窗紧闭，很容易造成煤炭缺氧不充分燃烧，产生大量的一氧化碳。村里每年会不时有人中毒，特别是老人。小学的一个老师的父母就是这么死的。我从小就要下地干活，农忙的时候全家老少都要一起参与。农村的生产方式就是这么原始，我们家也是用这样的方式耕地播种。不过我们一开始是用人拉，后来条件好了，大概在我10多岁的时候家里买了牛。秋收的时候比春耕的时候更辛苦，也是像这样用手去掰玉米，用手挥镰刀割麦子，麦芒扎人，女主角身上起了很多疹子，男人带她到河里洗澡。我们那里只有我很小的时候河水还是清的，很多人会到河里洗澡。到2010年，我可以非常的肯定河水已经很脏了，不能洗澡了。不过电影是在大西北，河水干净也是有可能的。其实不只是小麦扎人，大部分的农作物都扎人。玉米地是我最讨厌的，玉米高大，不管是拔草、追肥还是收割，都要钻进玉米地，出来之后浑身都会痒得难受。而且玉米很容易被暴风雨吹倒，需要像这样一颗颗的浮起来。收割的粮食还要晒干去皮，才能交公粮或者卖钱，这也是非常繁琐和劳累的。主人公半夜下雨的时候保护土砖的那一幕，让我想起我小时候也是经常这样。农作物收获之后要晾晒好多天，但是天气无常，甚至半夜都会被父母叫起来到外面收农作物。就这样一年到头干不完的农活。大部分的农民都是这样一辈子守着那1亩3分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然后在生活方面，我到上初中才第一次喝到牛奶，是镇上的同学给我的。我当时对这种方方正正的包装很是新奇。在我读高中的时候，县城的同学给了我一张手帕纸，我到现在还记得非常清楚，是心心相印的牌子。从小在农村长大，没有见过这么精致的东西，还闻起来香香的，我都没有舍得用，夹在了日记本里。从小很少有吃肉的机会，虽然有养猪养鸡，但不会舍得吃，要卖钱交学费。唯一有大鱼大肉吃的机会，就是去拜访姨妈家。姨父是隔壁镇的一个村支书，每次去他们家不仅能吃到好吃的，还能带回来很多。这部电影反映中国农村的贫穷落后，绝对是真实的。莫言在诺贝尔奖典礼上讲过自己和母亲捡麦穗的故事，都被一些人说是造假，抹黑中国。莫言60多岁了，我一个90后都捡过麦穗，这有什么假的呢？就是在秋收之后，
农地里会残留一些粮食，我会跟其他孩子结伴到农田搜集这些余粮，一天下来每个人也能捡一篮子回家。另外就是中国底层人是不是真的那么自私自利、冷漠无情呢？我相信大部分中国人是相信也愿意相信普通的老百姓是淳朴善良的，就像我们的教科书里写的那样，中国人民勤劳勇敢、淳朴善良，农民伯伯是最值得尊敬、最值得爱戴的人。我爷爷给当地修了几十年的路，最后拖欠的钱没给不说，还落下了股头坏死的毛病。在我小的时候，爷爷病情加重，需要动手术，包括我爸在内，我爷爷有2个儿子3个女儿，在手术分担费用和看护分配的问题上大打出手。后来我上初中，奶奶去世，按照我们那里的习俗是儿子操办丧事，但由于比较突然，我爸和我叔叔没商量好，尸体停放了好多天，最后在亲属的调停之下，约定我奶奶这次由我叔叔办理，以后我爷爷要是没了，由我爸操办。2017年我爷爷去世，我爸和我叔再次为了争夺我爷爷留下的仅有的一栋土房子闹得不可开交。因为这件事情，我们家后来建砖瓦房，我叔都没有让我们对接，2栋房子之间留了一个1尺宽的缝隙，亲兄弟之间的斗争就这样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不过这在我们那农村很正常，一点也不新鲜。我感受到的中国人就是孩子不爱父母，父母也不爱孩子。爷爷奶奶那一代人一般孩子都比较多，混得好的孩子回到家杀鸡宰鹅，大老远就在村头等你了。没钱混得不好的子女，过年都劝你不要回来。等老人老了需要照顾，子女几个各种推诿。我姥爷家邻居有个老奶奶，我小时候过年也会去她家，她总会给我点心吃。后来我几年没回去了，回老家听说她竟然饿死了。可是她有7个儿女啊。我听过一个老人亲口跟自己的子女说，如果我以后有大病就别治了，花钱还受罪。这么多年了，直到现在我才从人性的角度理解了这句话。其实老人知道，就算自己真有大病，儿女也不会给他治的。没有人愿意放弃自己的生命，但是捅破了这层窗户纸，死之前儿女还能对他好一些。电影的女主本来是好好的，掉到河里淹死了，村里人指指点点，一直到了男人回来才告诉她把尸体捞了上来。剧情到这里可能有点太突然，但这才真实。在农村死个人太正常了，一点都不突然。我小时候一起玩的一个孩子比我大1岁，在大概10岁左右的时候去水库玩，淹死了，没有人管，父母在外面打工，过了好几天才捞上来。我们一群人围着尸体看，那个时候我还小，跟大部分人一样，没有任何感觉，人命就是个热闹。在农村，很多成年人都进城打工了，很多孩子都是爷爷奶奶照看，特别是农忙的时候，孩子更没有人管，几乎隔几年就能听到村里或者隔壁村子的孩子出事，淹死、车祸居多，还有被拐卖的。2016年我回老家一次，家里人跟我说我小学同学死了，他初中毕业后没有继续上学，在工地开挖掘机，出了事故砸死了。他的父母从人贩子手里又买了个小男孩，我去他们家调研，小男孩非常的可爱，我给了他200块钱。我妈在旁边说不用给，那谁死了之后我听说赔了他们50万呢。说到人贩子，就不由得想起了徐州铁链女。我多年没有在农村生活了，如果不是这件事，我可能都忘记了中国有贩卖人口的事情了。我小时候跟我一起玩的一个小孩比我小几岁，他的妈妈就是从云南买来的，因为他的爸爸个子很矮，娶不到媳妇，只有我在很小的时候见过他妈几次，后来别人说被他爸打跑了，就再也见不到了。我们村有几百户，买媳妇的我知道的就至少有5个。拐卖妇女在中国农村太普遍了，而且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在整个中国，所有的女性80%以上都不是婚姻自由的，违法的、违规的、强迫的、半强迫的、威逼利诱的、父母强逼相亲结婚的，什么都有。我们那边农村还有个东西叫换亲，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有些男人各种原因找不到老婆，那么他的姐姐或妹妹就有责任帮他找，2个这样的家庭就可以进行换亲。你的姐姐嫁给我，我的妹妹嫁给你，牺牲女儿的幸福，让儿子传宗接代。我们这里跟徐州也不远，都是沿海相对发达的地区，那全国其他地方就更不用说了。把铁链女拴起来生8个孩子的男人，看他憨厚老实的样子，又满脸流露着岁月的沧桑和农民的辛酸，
做成宣传海报，配上勤劳勇敢、善良淳朴的中国人，我觉得也挺合适的。有不少人愿意相信中国共产党是坏的，但是中国人民是好的。这个问题可能见仁见智，我也不好分析。不过我觉得，如果把共产党推翻了，换上我的亲人、我的村民，我没有信心说他们比中共做得更好。如果说中国底层人民淳朴善良，那大概就是对权力淳朴，对金钱善良吧。可能我生活的农村比较特别，但是我今天说的都是事实。回到我们电影的主题，到底这个电影真不真实？从我在农村长大的这些经历来看，是很真实的，并没有抹黑的成分。唯一不真实的地方，不是抹黑，而是美化，那就是美化了男女主角的形象。两个人从来都是在一个自私自利、麻木无情的环境下生活，却内心一直保持着丰富的情感和淳朴的善良，这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男女主角的爱情是为了剧情的需要美化了的，盐碱地里怎么能开出灿烂的花呢？以后我们频道每期节目评论区点赞最多的留言和精选的留言都会获得10美金，并且这些留言会在下期节目分享给大家。为保护双方的隐私，我们采用和美金等值的加密货币来支付，我会在评论区和你直接联系。好了，本次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点赞、订阅、留言和分享。我是 Klaus， 我们下次再见。